从不动产还能变成可动产，什么样的美国房屋才能提取现金用呢？人们通常认为房屋都是不动产，只有把房子卖了才有现金在手上。实际上，拥有房产也可以从房子中拿钱出来用，这就是把不动产变成可动产。那么，什么样的房屋才能提现金出来用呢？房屋净值是不动产变成可动产的前提条件。房屋净值其实就是指房产价值减去房贷的欠款。举例来说，如果一个房产价值50万，没有欠房贷，那么房产净值就是50万。如果房产价值50万，业主欠40万房贷，那么该房产的净值就是10万。将房屋净值提现是一种贷款的形式，大部分银行会考虑贷款的比例，一般是房屋净值的75%到80%。举例来说，如果房产净值是50万的话，然而最高的贷款比例是80%，那最高贷款的额度就是40万。如果房产已经有40万的房贷，而这已经是贷款的最高额度了，就无法做净值贷款的任何一种了。可以 cash out 的房屋贷款有哪些类型呢？融资重贷 cash out refinance mortgage， 房屋净值贷款 home equity loan， 房屋净值信用额度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反向抵押贷款 reverse mortgage。以上4种贷款都是可以将房屋提现的贷款方式，其中第4种是针对62岁以上老年人使用的一种贷款，就是反向抵押贷款。然而，其他的3种都是没有年龄限制的，所有人都可以享用的。那么，这3种贷款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呢？融资重贷。假设王先生几年前买了一处房产，现在价值50万，当时的贷款利率是6%。现在王先生只有20万的贷款还没有还，然而他最近想趁着房贷的利率降低，办理重新贷款，把原来的高利率降下来，同时还想再借一笔钱给孩子作为上大学的学费。出于这个目的，我们建议他采用了融资重贷。Refinance cash out mortgage， 融资重贷是重贷的一种。重新贷款就是民众希望改变原来贷款的条件，比如说降低利率、缩短还款的期限，于是办理一个重新贷款。融资重贷不仅可以实现改变原来的贷款的条件，同时还能多拿出一些钱来用。办理融资重贷，新的贷款会把现有的房贷先付清，之后把剩余的贷款额兑现。因此，我们来看一下王先生的案例。王先生他目前的房屋还有20万的贷款，之前的贷款的利率是6%，他想通过重新贷款把利率降到目前的4.5%。如果他仅仅是这个目的，他只要办理一般的重新贷款20万，但是他不仅要降低利率，还想从房屋中拿10万元出来作为孩子的大学的学费，这样他就可以办理融资重贷。一方面已经达到了降利息的目的，同时他把贷款的额度提高到了30万，先付清之前的20万的贷款，拿出10万作为孩子的大学经费。这样，王先生通过融资重贷达到了2个目的：第一是降低利率，同时又能变现，又取出部分的现金用于其他的用途。房屋净值贷款
如果王先生对自己目前的贷款的条件很满意，他不想降低利率，也不想缩短还款期限，只想单纯的从房屋净值中拿一笔钱来作为孩子的大学的学费，那么他应该申请房屋净值贷款。这样，王先生的房屋上就有两个贷款，一是之前的贷款，第二个贷款就是房屋净值贷款 （Home Equity Loan）。通过办理房屋净值贷款，王先生借出10万元。房屋净值贷款和融资重贷在申请的手续上是一样的吗？一般来说，贷款的机构都要审查信用、收入和正常的贷款的手续是一样的，也有手续费。但是房屋净值贷款更简单一些，大多数的情况下，房屋净值贷款是一个较小的贷款金额。由于贷款的金额较小，银行可能需要更少的步骤，比如免去房子的全面评估。另外，由于贷款的金额较小，费用会少一些。房屋净值贷款的利率通常比信用卡贷款或者个人贷款等高利率的借贷较低。房屋净值信用额度这种贷款的方式，在华人的社区当中，比房屋净值贷款更受欢迎。房屋净值信用额度是一个开放性的贷款，是一个浮动利率的信用额。一旦银行把房屋净值信用额度批下来，对贷款者是十分方便、好用的，因为这个信用额度很灵活。如果贷款者没有使用已批准的额度，贷款者无需付任何的利息，就好比一张信用卡给你一个信用额度，比如5万元，你随意什么时间拿出来，多少钱都可以。如果拿出200元，你就只要付200元的利息就行了。房屋净值信用额度通常是30年期，前10年是提取期，贷款人可以在头10年提取信用额度，后20年是还款期。如果贷款人在批下信用额度10年中用了额度，贷款者需要在第11至第30年间偿还本金与利息。如果贷款人在头10年过后没有任何欠款，该房屋净值信用额度会关闭。当贷款人的申请通过后，可以随时以写支票的方法来使用房屋净值信用额度。房屋净值信用额度是浮动利率，建议贷款者向贷款机构了解清楚利率浮动的依据，未来会改变什么，什么时候会改变，还要查询改变的上限，因为利率是浮动的。它会上升或下降。如果需要长时间来偿还信用额度，我们需要考虑利率浮动所产生的因素。大部分贷款机构只需要贷款人每月还利息，我们只需要在使用贷款款项后才需要付利息。如果想偿还本金，只需要支付贷出的金额，而不是全部批出的贷款额度。循环信贷，我们可以随时付清贷款本金，再重新从信用额度借取。如果把贷款的本金付清为零，则需要确保贷款银行知道你希望保留该信用额度，而不是关闭信用额度。大部分贷款机构会为贷款人付过户费用，但是贷款人仍然需要在过户的当天支付税和杂费。每家贷款机构都有不同的收费标准。我们建议贷款人在提前申请之前，先了解清楚相关的费用，比如签署文件后改变主意，也有3天的时间取消已经批准的贷款。大部分房屋净值信用额度是有不同的利率，它刚开始会有比较低的每月偿还费用，但是往后会有所改变。贷款机构会用作指标作为参考，比如基本 Prime Rate。
来决定增加或减少利率。贷款者最好是向贷款的机构了解清楚，他们是用哪一个指标来作为参考的，还有会改变什么，什么时候会改变，还有要查询改变的上限，看最高会改变多少。因为利率是浮动的，它会上升或者是下降。如果需要长时间来偿还信用额度，我们需要考虑利率浮动所产生的因素。我们该选哪种贷款方式呢？融资重贷适合那些需要使用高额的贷款金额，但是不能够短期内还款的贷款者。房屋净值贷款适合那些需要从房产中拿出额外的贷款的金额，无论有没有现有的房贷。这两种贷款都是固定利率和固定的月费，一旦贷款金额贷出，银行就会开始计算利息。一旦贷款人付清贷款之后，如果需要再套现出来了，需要重新申请。房屋净值信用额度允许我们使用期间内任何时间使用贷款金额，银行只会计算贷款者贷出的金额的利息，贷款者可以随时付清，再从信用额度中贷出资金，非常的灵活。不过利率是浮动的，申请贷款的时候需要考虑哪些呢？房贷、融资重贷、房屋净值贷款和房屋净值信用额度都是以房产作为抵押的债务，如果不能有效的付款，房子有可能会被法拍，因此会失去房产。房价有可能下跌，如果你在房价很高的时候申请贷款，以后如果在房价下跌的时候卖出房子，卖房得到的钱有可能不足够去付清房贷。房屋净值贷款和房屋净值信用额度也属于借贷，会增加资产负债比例。房子卖房得到的钱有可能不足够去付清房贷。贷款申请程序跟普通房贷类似，贷款机构会查看贷款人的信用分数、收入与债务的比例、贷款价值，还有相关的证明文件，例如税单、银行月结单、保险证明和房契等。带给您最实用和最专业的美国置业攻略，优质的美国房源，并提供落地生活的各类服务，做最值得您信赖的美国服务专家。我们不讲套路，不讲技巧，只讲底层判断力，教您如何避开这些坑，少走弯路，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房产投资故事，可以帮您规避风险。欢迎点赞订阅。